大家好，我是张大哥。我们现在要来进行的是这颗六缸分油盘从香港来的 G Car 280G 的六缸分油盘的故障测试。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271340。因为这颗分油盘也经过应该大概有40年了哈。因为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油箱的污染，使得我们供油系统都严重堵塞，造成呢车子都不顺，也可能连发都发不动。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引擎的问题，是因为供油系统的问题。就好像我们楼上的水塔经过40年以后，那它一定有很多脏的东西。油箱呢，就像水塔一样，它是提供汽油的地方，里面也会有40年下来，它会有胶质汽油挥发掉之后的胶质铁锈这可能是绝大部分再来就是加油站的沙子我们来看看这个分油盘经过40年之后呢，为什么他车主会从香港寄过来给大哥整理？我们来看看他在整修之前，他的出油的状况到底堵塞有多严重。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开始。标准的出油量1分钟应该要在170左右来看看它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它的出油量有可能是整个供油量都不足这是因为带油道堵塞。那另外一个状况可能出油量高低不齐，那就小油道堵塞这个会造成我们怠速的不稳定可能启动都会有困难。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全面堵塞，那一个大油道堵塞一进来它就堵塞了，这个可能会造成我们引擎的稀薄燃烧产生高温可能会伤害引擎这个我们经过整修过之后呢希望它应该在20年以内不应该再堵塞了。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第一缸就85，第二缸110，第三缸140，第四缸130，第五缸130，第六缸120。我们看到它跟标准的出油量1分钟的170，就差了50-60 ml， 再加上每一缸的出油量都不平均，所以代表这颗分油盘它是严重了的堵塞造成这个可能这部车子应该是发不动吧。OK，我们来等大哥整修过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它出油状况是不是能达到要厂方的要求。这颗编号271340，从香港来的280G Car 的六缸分油盘，大哥已经完修了。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1分钟全油门的出油量大概都落在130左右那其他的可能就是第一缸稍微高一点，而且参差不齐代表这个分油盘是堵塞相当严重，大油道为堵塞，小油道为堵塞，所以说它的1分钟的全油门是参差不齐。
像大哥整修过之后呢，我发现这个分油盘应该是很久没有使用，而且是在很肮脏的供油环境底下所造成这样的结果。所以这个车主到时候分油盘回装上去之后，油箱的滤网一定要拆下来清洗，那确定我们回流量，也就是说从汽油从进来要流回油箱，这个回流量1分钟一定要达到2公升以上，这个确定我们分油盘的供油是足够的，而且油箱的滤芯一定要整修过，也就是说拆下来清理，因为它这个状况是非常非常不良的。OK， 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门，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大概平均都落在130ml左右，而且整个高低的出油量高低参差不齐所以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分钟应该在170ml左右。那我们来看看，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那加热阀大哥加热阀也整修过。我们刚刚有看到它加热阀在冷车热车的时候，它的压力差也都已经调整正常。其实它这个问题事实上都是油路堵塞所造成的，因为它是供油系统的一部分，所以说跟供油系统有关系的都一定会造成堵塞的现象。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这次出油的状况是非常优秀的。第1缸160，第2缸170，第3缸165，第4缸165，第5缸175，第6缸170。那厂方要求是15%的误差范围，我们这次看下来，它的误差应该在3%以内，成绩算相当优秀。这颗从香港来的这个280G 的分油盘，它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是标准的，在引擎还没有启动的时候，它的这个侧流板它的标准的高度应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影片大哥把它拆修了，为什么呢？因为拆修之后呢，它的之前它的高度大概它的高度大概在这个位置大概在这个已经在这个位置呢，为什么就会产生启动困难呢？因为大概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它整个侧流板都已经到这么高，那它已经有细缝了。有细缝的时候呢，引擎一发动的吸力没有办法瞬间把我们的侧流板往下吸，因为往下吸才会产生供油，那空气量也会增加，然后造成我们在启动的时候，因为它太高这边已经有产生缝隙，结果呢，它引擎根本吸不动这个侧流板，所以它启动就会造成困难。所以大哥把它拆修之后呢，那这个地方都要上胶这个地方都要上胶。拆修之后，然后再调整使得它的整个分油盘的高度、侧流板的高度都达到标准的高度不应该会有细缝的这个是大哥在整修这个分油盘的时候呢发现它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看到这颗编号271340的分油盘，它附过来的加热阀大哥已经在充分加热状态，也就是说引擎在运转当中。那我们看到它的压力它的压力大概是在4.5公斤左右。充分加热的时候，它应该在3.5到4公斤之间。那它偏高的话，那就会造成我们冷车的时候，它加浓是利用它的这个压力差这个
加热阀产生的压力差，然后使得我们冷车的时候能够有加浓的动作啊，因为它加热了，充分加热的时候运转当中，它的压力已经高过4公斤啊，已经到4.5了。所以说它的加热功能是不良的，也就是说加热功能是不明显的啊。等大哥把它调整过之后呢，我们再看看它的压力的状况。这颗香港来的280 G Car 的编号271340所附过来的这个加热阀，大哥已经整修完成。那我们看到现在在还没有通电，也就是说引擎还没有发动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还没有通电，引擎还没有发动的时候呢，它的加热阀的压力应该大概2公斤左右。那如果引擎一发动以后呢，也就是说这边通电之后呢，它大概热车完成应该会在4公斤或4点多一点。那借由这个压力差来产生冷车加浓的这个动作，那大概2分钟左右呢，它这个压力就会上升到4公斤到4.5公斤左右，那就代表它热车完成，它不会再进行冷车供油量增加的这个作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分油盘，这个加热阀已经充分加热状态。然后我们来看到它的加热阀的压力，现在已经爬到大概在3.5左右，也就是说，它在冷车的时候，它大概是在2公斤左右，然后爬到现在热车完成，大概这边已经通电，大概在3.5。那借由这个压力差来产生冷车加浓的这个动作，所以这颗加热阀大哥已经整修完成。那大哥也在这边有做签名因为大哥要对这个加热阀要负责。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271340从香港来的 G Car 280 G1 的完修分油盘第2阶段10分钟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在测试这颗分油盘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因为它的误差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这次的测试非常重要我们希望它的误差值是越小越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等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出油状况。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个编号271340从香港来的280 G1 的6缸分油盘完修之后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这个阶段的测试会出油量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它的误差值是越小越好。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1缸190，第2缸192，第3缸190，第4缸192，第5缸195，第6缸19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看下来误差在3%以内，成绩相当优秀。那大哥在这个地方特别要提醒这个香港的这个车主这个分油盘好不容易我们把它整理好了，那加热阀也已经调校完成，但是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油箱是个污染源，我们不希望这颗分油盘再度被污染，所以说油箱里面的滤网一定要拆下来清理我们要保持油箱干净。
那汽油帮浦跟汽油滤芯应该要换新。那汽油滤芯呢，大哥建议要跟引擎那边的机油滤芯要同时更换，也就是说，你每次换机油滤芯就应该换汽油滤芯，因为它们的费用大概差不多。保持我们的油箱的干净，不要再污染我们的分油盘，因为油箱它经过40年，它里面的铁锈是造成我们堵塞分油盘堵塞供油系统不健全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还有汽油帮浦旁边那个蓄压器它一定要更换，否则会造成我们供油回流量不足，也就是说分油盘的供油量，汽油帮浦你再换新，也会透过蓄压器流回油箱，所以说到时候分油盘的根本没有办法有足够的油量让它来提供给它，就会造成车子可能会高速出不来这点是非常重要大哥今天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